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美国的福特号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似乎在向我们说明，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为先进的航母，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为什么？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于1961年开始服役，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油呢？3次。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续航的里程。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在使用核动力上呢，步子都要迈得更早一些。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而相比之下，以前的那些柴电动力潜艇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为潜艇证明这事儿，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再来看像是现代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受限于舰体空间，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呢是有限的，少一点就700-800吨，最多呢也不会超过2000吨。以20节的巡航速度来算，只能持续开上4000到6000海里，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如果给他们安排上核动力，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当然是大大的好的。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好，那么到了航母身上呢，前面的2个问题它都不是问题了。第一，航母的动力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嘛。第二，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续航焦虑在它这儿呢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比如2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斯级与中途岛级航母，可以分别携带6000与10000吨的燃料，15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2万海里。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鹰级，在携带了8000吨燃料后，能够以20节的速度续航1.2万海里，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核动力的无限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大而且无限续航对于航母来说，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原因有2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就真的完事儿了吗？没有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也免不了要每隔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对了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第二，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不会嘛，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于是无限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你核动力航母的无限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1次，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只有一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和一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护卫舰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秀肌肉的目的呢是达到了，但无限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在动力，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余裕上，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呢就明显变得更高了。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它的锅炉当中产生的蒸汽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在3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呢，就开始力不从心了，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在3者之间维持平衡，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题。而核动力可以几近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气设备吃到饱，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为舰载机的弹射呢提高了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了。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也可以留得足足的，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改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核动力赋予出来的电力喂饱电磁弹射，那是毫无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次生好处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呢，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彻底消除了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弹射起飞、拦阻所回收的舰载机模式，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限续航，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与其他物资，对于拉长补给周期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最后，它军费多啊，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啊。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算下来啊，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呢，都是咬紧了牙关硬撑着的。那军费只有它10几分之一的英国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嘛？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建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容错的弹性还很低。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倒重来了。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比起来呢，难度明显上升啊。又贵又不能完全自主，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完全够用啊。首先它没那么大，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啊。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 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并且看起来呢都能够实现其目的。没有更好，只有恰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战列舰需要齐射火炮，那导弹巡洋舰呢？是不是也是需要齐射导弹？战斗民族告诉我们，是的。这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在今年4月第一次试射 P-1000火神导弹的画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它的左右前各并排了4组双联装，共16根巨大的导弹发射筒啊？它们呢，并不是摆在那儿慢慢打的，在实际战斗中很有可能就是一次齐射出去的。那你可能就要问了啊，这么多导弹一起出去，指挥引导系统忙得过来吗？这就不得不提俄罗斯人从 P-500玄武岩反舰导弹开始就已经开发出来的反舰导弹编队攻击模式了。基本上呢，它算是一个出去之后哥几个你们就自己靠自己的模式啊。主要是为了用来对付美军的航母编队的。它具体是这么操作的：当侦察卫星和远程电子侦察机跟踪到目标后，会将相应数据发送回巡洋舰，舰上的火控系统呢，再将这些数据装订到导弹里面，然后一口气全部将它们发射出去。齐射出去之后，这些导弹会在空中自己组队，每个编队里面有6到8枚导弹。一开始呢，就只是采用被动的惯性导航方式，根据之前输入的数据飞向目标。当到达距离目标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哥几个商量了一下，留了一个继续在高空飞行，其余的呢就全部都下降到距离水面仅有20-30米的高度了，保持无线电静默飞行。那枚留在高空的导弹此时将高调开启雷达，去主动搜索目标并修正末端的弹道了。它于是就叫做领航弹。但它这雷达一开啊，不是也很容易被对方给探测到吗？所以呢，就会遭受到反导系统的拦截和摧毁。这个时候啊，团队作战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原先的那枚领航弹被摧毁后，剩下的那些导弹中就会有一个主动站出来说：“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啊？”接着呢，就迅速爬升到5000到7000米的高空，接过领航的弹子，继续打开雷达，朝着目标准确的飞过去。
要是他又被摧毁了，当然又会有另外一个敢死队成员来接替他的角色，直到接近目标之后呢，大家一起都把雷达打开，做出最后的冲击。这个就有点猛了啊，妥妥的已经算是人工智能导弹了，有没有？竟然他们之间还能够自己交流的，所以也有人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嘛，用来迷惑美国的。毕竟看似更加先进的美国都没有搞出这么智能的系统呢。当然，也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可能只是经过了多次的传播之后被夸大了而已。所以你又是怎么认为的呢？至于我嘛，我认为你现在还是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帮我投票才好啊。非常感谢大家，晋级赛的投票呢还有1天结束，我能不能成功晋级就靠你们了。投票很简单直接在本视频的投票贴纸里面投就可以了。更多的玩法呢，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介绍过了，没有看过的可以跳过去看看哦。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咱们下一个视频见。长得帅不一定能打比方说 F14熊猫，虽然有着可变后掠翼，虽然有着阿汤哥的壮志凌云加持，但帅出天际的 F14熊猫，在整个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只有5架的击落记录，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啊！而更加讽刺的是，这架专门为航母而设计的飞机，在航母上起飞和着陆时，一共发生了30起的致命坠机事件，6倍于自己的战绩，可以说他真的就只是在忙着耍帅了啊！阿汤哥当年看上他不是没有理由的，当然拉垮归拉垮，帅也是真帅啊！他尤其值得吹牛的地方，大概要算作是模拟战斗机的绝唱了。何谓模拟战斗机即相对于现代的数字化战斗机而言，它的电传操纵系统、雷达系统、航空电子设备、数据处理和武器制导等技术，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有也比几年之后诞生的战斗机要弱上许多。比方说著名的 F16这也很好理解嘛，毕竟 F14是在1968年到1970年设计的，正值现代数字电子技术出现之前。虽然随着70年代、80年代及之后的新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它们逐渐被应用于 F14上了，但 F14的整体设计呢，仍是属于60年代末期的产物如果你看过《壮志凌云2》，应该会对其中的一个片段印象深刻阿汤哥和他的搭档好不容易在敌方的机库当中找到了一架能够飞的战斗机，那就是 F14了。结果搭档一上飞机就傻眼了，这是啥老古董怎么没有一样看得懂的东西呢？这就是数字飞行员看到模拟飞机时的正常反应吗？还好阿汤哥几十年前是开过 F14的，所以勉强还记得，居然就真把它给飞走了，还顺便为 F14增加了一次击落记录。话说美国自己在2006年就退役了全部的 F14，那这架能够动的 F14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伊朗。实际上看起来非常热门的 F14只出口过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朗了。不过那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有着比较亲美政府的伊朗，而其实可能那儿才是 F14真正的舞台因为在两伊战争期间，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伊朗的 F14据说是能够达到15到30倍的击落记录，以至于目前F14还在服役的地方只有伊朗。美国帮自己最痛恨的国家造了这么一架强大的战斗机，他心中的苦谁又能理解呢？之前略带调侃，对于 F14熊猫有点不敬抱歉了其实 F14还是真强大的，它最初是美国海军为了取代硬塞给他们的 F111B 而设计的，因为他们认为F111B 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嘛。在做了大量的增值工作之后呢，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让国会终止了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格鲁曼抓住了这次机会在看到海军版的 F111B 计划无法成功之后呢，格鲁曼在1966年便开始自行设计一个名为303的方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考虑海军的需求，一架能够搭载 AM54 不死鸟导弹，不用与空军分享的，毫不妥协的，在未来10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具有尖端设计的飞机。为什么搭载不死鸟导弹是重中之重呢？因为这架全新的海军专属的战斗机的主要的目标是苏联的反舰导弹，如果让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携带的反舰导弹突破了美国航母的防御系统的话，他们就能够非常轻松的摧毁这些美国海军最重要的资产了吗？于是一开始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设计的 F4 鬼怪2，作为一种主要使用空对空导弹的远程超音速拦截机，它非常成功，成为了美国海军舰队防空的主力。然后就是突然有人意识到，我们为什么不用一枚导弹来击落另外一枚导弹呢？那岂不更妙了？休斯公司于是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它就是 AM54 不死鸟导弹。这是一种大型雷达制导的超视距空对空导弹，能够在80公里的距离内击落苏联的反舰导弹。然而
这一枚导弹挂不上 F4，只能挂上 F111。那既然海军不想要 F111B， 那就用另外一架来挂吧。F14就诞生了。格鲁曼从 F111中借鉴了2座的设计，但将2座从并排改为串联的布局，修改了可变后掠翼，使其能够完全自动化，并借用了双发 TF30发动机以实现高性能。尽管他们后来在 F14A 加、F14B 和 F14D 版本中被通用电气的 F110发动机给取代了，格鲁曼还增加了双垂尾以增加稳定性，以防单发动机故障，并创建了一个加固的框架来固定可变后掠翼和发动机。F14的最高速度为 2.34 马赫，飞行高度为15000米，航程超过926公里。他们还给 F14配上了最为广泛的武器系统，包括用于近距离空战的 M61旋转加农炮，中距离25公里内使用的响尾蛇和麻雀导弹，以及远距离80公里的不死鸟导弹。它可以同时瞄准6个目标。AWG9 雷达可以在高达185公里的探测范围内跟踪多达24个目标。在著名的6对6武器测试当中，一架 F14向6个单独的目标发射了6枚不死鸟导弹，其中5枚导弹命中了目标。这是当时最昂贵的单次导弹技术测试啊，但它证明了格鲁曼和休斯的主张，即单架 F14可以同时对抗并摧毁多达6个目标。尽管 F14比 F111小，但由于需要携带多达6枚不死鸟导弹以及大型的 AWG9 雷达，它仍然是从航母上起飞的最大的美国战斗机。航母弹射器的功率从1969年的95000磅推力增加到了1975年的15万磅推力，便反映出了这架飞机的重量。格鲁曼的设计具有成本效益，也充分考虑到了零件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因为他们知道 F14将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运行。美国海军对303的设计印象深刻，并在1968年1月要求生产原型机，最初称为 YF-14A。1970年12月21日，首架 F14A 首飞成功，而 F111B 计划在同年被取消。F14在1972年进入服役，经过几年艰难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标准的空对空战斗机，具有强大的电子战和数据链功能。尽管它的电子系统较为先进，但它的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未能够达到预期，使得 F14在航母着陆时易于失速，并导致了多次的事故。后来改进的 F14B 和 F14D 型号虽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2006年 F14最终还是从美国海军退役了，逐步就被 FA-18EF 超级大黄蜂取代了，一代骄子黯然落幕。不对，谁说飞在伊朗上空的就不是骄子呢？一个有趣的事实 ，F117虽然打头的字母是 F Fighter， 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不能 fight， 只能携带2枚炸弹，它其实算不上是一架战斗机。好，那么第一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隐形战斗机的又是谁呢？也许是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 A12复仇者2，一架优雅的飞翼机。看上去有点像是 B2， 但其实比后者要小了很多，因为它本来应该服役的平台是航母。1988年1月13日，麦道和通用动力的一个联合团队赢得了为海军打造这架隐形攻击机的合同，所以才会用字母 A Attack 打头嘛。不过这架飞机呢，不但载弹量比 F117更大，而且还能装下2枚 AM120中程空导弹，把目标从地面切换到空中，转换成 Fighter 的角色，所以它实际上才是第一架隐形战斗机嘛。当然很遗憾这架战斗机呢最终是没有登上航母，由于严重超重、严重超支，到了1991年，海军毫不客气的就将这个计划给取消了。结果嘛还惹上了官司，毕竟你已经下了800多架的订单哪能说取消就取消呢？得要赔偿。直到2014年收购麦道后的波音和通用动力还在向美国政府索赔2亿美元呢，也不知道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成功呢？好，既然拿神秘的 A12复仇者2开了一个头，那咱今天就继续来说几架隐藏在 F22、F35和 B2 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形飞机吧。它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金主——波音。先说最早的一架853-21安静鸟。但我说最早的时候是认真的因为它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 F117的前身慵懒还要早上了将近15年呢。虽然它从来就没有真的要飞上天的打算安静鸟从一开始呢，就是作为一架摆在雷达面前，研究如何用材料与形状来降低雷达截面的模型而打造的。从1962年一直测试到了1963年，比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开始的还要早因为彼时后者还没有拿到那个著名的方程式，写出突破性的回声1号计算机程序嘛。
其实波音的研究呢还是颇有成效的，只不过有点太超前了，军方完全就不理解，又哪里来什么兴趣呢？所以波音就把这些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呢自己留着，将它们应用在了后来的 AGM-86 空射巡航导弹的设计上，以及更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的开发上了。当然啊，由于它只是一个模型，所以叫它是隐形飞机，难免还是有点牵强的。那好，下面咱们就来说两架是真的了啊 ，YF-118G 猛禽和 X-36。这两架呢，本质上都不是为了量产而生的，并且呢，都是出自于波音旗下的同一个团队——幻影工厂。严格意义上来说啊，是麦道的幻影工厂，只不过呢，被波音收购之后就成了波音的了嘛。和洛克希德的臭鱼工厂类似啊，幻影工厂也是专攻高度机密、高度先进的军事技术的部门。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啊，他们中的一组工程师呢，都在围绕着一架造型独特的隐形飞机转。它就是，如果你在51区的上空看见它的话，大概率会认成是 UFO 的猛禽了。它样子实在是太特别了啊，一副不可能是地球人造出来的样子。但偏偏人家就是在空中前前后后稳定的飞行了将近40次，验证和测试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将波音的快速原型设计和整体结构复合材料的生产能力拉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就是 X-36了啊，这是一架跟 NASA 合作开发的无尾隐形战斗机项目，也是旨在验证什么呢？验证没有垂尾如何照样做到灵活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啊，极难瞄准，但实际上呢，即使是使用过时的雷达来发现和跟踪它们，却并不是很困难，因为这些战斗机对性能的要求很高嘛。像是 F-35、F-22还有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呢，都配有大型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垂直尾翼之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虽然不会降低它们在高频瞄准雷达面前的隐身性，但是却会增加它们暴露在低频预警雷达面前的可能性。不够完美吗？那反过来，像 B-2这样的隐形飞机呢，它就没有以上这两样东西了，所以隐身性能得到了强化，但是就别指望能有啥机动性了啊。那怎么才能结合一下呢？这就是 X-36想要干的事情啦。它使用机翼前部的压翼、分裂的副翼和推力矢量来补偿缺失的尾巴，实现了既能引也能飞。当然，这架只有全尺寸大小28%的战斗机呢，采用的是遥控操作的，在短短25周之内啊，实现了31次的成功飞行，每一次都会有相应的技术迭代。总的飞行时长来到了15小时38分钟。它所留下来的很多资产呢，至今仍然笼罩在神秘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聊的4架神秘飞机，你对哪架更感兴趣呢？留言里面来告诉我，咱们选一架人气最高的，再来仔细的盘一盘啊。爆炸会产生冲击波，但其实开炮也同样会产生冲击波。它的威力有多大呢？能够团灭一整艘战舰。1944年啊，二战已经到了后期，但此时的太平洋上呢，美国和日本还在血战到底。10月20日，美军开始了他们进攻菲律宾的计划，因此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莱特湾海战呢，便爆发了。日军其实对此早有准备，他迅速将巨型战列舰武藏号编入了其主力舰队，试图突入美军的阵地。武藏号啊，是日本大和级战列舰的2号舰，其满载排水量呢超过了7万吨，为当时战舰之最。而另外一个更加引人瞩目的，就是其配置的3座3联装、共9门口径达到了460毫米的巨炮了。相比之下，美国的伊阿华级战列舰呢，主炮的口径只有406毫米，比人家足足少了50多毫米啊！但是就是这9门无敌主炮，马上就要犯下一个巨大的错误了。10月24日，在奔袭中的日军舰队突然就遭遇到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猛烈进攻，这其中呢，巨大的武藏号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被美军重点照顾了。不过众所周知啊，此时的武藏号上，但凡是能够找一点空隙的地方呢，都被塞满了防空炮塔，所以密集的炮火也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尤其是日本还有一样奇葩的武器，那就是他那9门460毫米巨炮呢，不仅可以对舰，还可以拿来对空。他们可以发射一种叫做3式弹的特殊炮弹，在把发射药填满之后啊，这种重达1吨多的炮弹可以被发射到1万米的高空，爆炸之后产生的1200枚燃烧弹
弹能够覆盖周围120到150米的范围，不仅可以打乱敌机的编队，还因为其十分可怕的炸开场面，在视觉上也能起到足够的震慑效果。于是，在遭遇到美国军机的突袭之后呢，武藏号就在他们还离自己有20公里的时候呢，便首先用主炮轰了一轮烟花上去，接着在全员高射炮就位，与逼近的美军机群进行肉搏，这样他就勉强撑过了第一波空袭。虽然已经被数枚炸弹命中，甚至还中了鱼雷，但是高炮依然还是可以继续的突突突。接着美军的第2波空袭来临了。日军指挥官呢，准备继续沿用之前的战术，也就是先开460毫米主炮，用30弹打出弹幕，进一步震慑美军飞行员，然后再用高射炮来掷出近防网。但是在拉响主炮开炮前的警报时，很多高射炮炮尾的射击其实是还没有停下来的，所以巨大的轰鸣声呢，直接就把警报声给吃掉了。打了鸡血的高射炮手此时还在继续的对着天上突突突，然后主炮就开火了。炮声过后一片安静，刚刚还在往外喷火的高射炮齐刷刷的闭嘴了，炮塔上的人也不见踪影了。他们去哪儿了？原来他们是被主炮开炮时产生的炮口风暴烧到海里面去了。不光人没了，就连高射炮上的光学瞄准具呢，也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破坏。武藏号上的防空力量瞬间腰斩，很快便在美军的集群攻击下沉没了。所以，什么是炮口风暴？为什么武藏号在第一次开炮的时候没有受到炮口风暴的影响，第2次却几乎被灭了门呢？炮口风暴又究竟会对战舰造成多大的破坏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在这儿呢先暂停拉个关注。如果你喜欢我讲的内容，就千万不要吝啬把你的赞点亮哦。长按大拇指呢，还会升级成强烈推荐，战斗力翻倍，鼓励值飙升，相当于就是给我打了一针鸡血，可以让我更卖力的给大家讲好玩的内容了。好了，回到炮口风暴，它是火炮开炮时以炮口为中心点产生出的一个爆炸冲击波。这张美国海军爱荷华号战列舰在一次演习当中9门主炮侧向齐射时的照片，把炮口风暴的威力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你看到那片巨大的凹下去的海面了吗？那就是被球形的冲击波给挤下去的。在炮弹离开炮管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一直在堵着后面的由推进剂燃烧后所产生的大量高压燃气的东西。这个时候呢，爆炸的威力还没有体现出来啊，直到炮弹离开炮口，塞子没了，憋着一肚子气的高压燃气才在瞬间喷涌而出，带着巨大的能量，以超音速的冲击波形式呢，迅速扩散开去，所到之处满目疮痍，甚至通常情况下，它还会快过炮弹本身，以至于对炮弹的飞行动力学都还要产生影响呢，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啊！战列舰上的主炮呢，口径都无比巨大，可以想象，这样的炮口风暴就更加明显了。有记录显示当年英国海军罗德尼号战列舰对战德国海军俾斯麦号时，就因为自己主炮所带来的炮口风暴，对船体造成了不小的损坏。比如整艘战舰卫生间里面的水管都爆裂了，船首的甲板呢也破裂了，连很多地方的横梁呢都被震断了，多个舱室被淹，设备松动，家具也飞得到处都是，简直是现身说法的告诉我们怎么通过开炮来自己玩死自己啊！不过很奇葩的是，这种损坏却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到罗德尼号的战斗力，它竟然为英国海军击败俾斯麦号做出了突出贡献。当然，罗德尼号呢是个特例啊，因为它受到了吨位限制，所以船体用的钢板比较薄，才会这么惨。其他的战列舰呢就要比它好多了，至少舰体本身并没有像它这样伤得这么深。但至于舰体上的其他东西嘛，就不好说了。美国的2艘战列舰南达科塔号和华盛顿号都曾经因为开炮时过于专注，有过把停在舰尾的水上飞机给直接震到海里面的情况。而到了武藏号这里呢，它装的可是比美国人口径更大的460毫米主炮，那肯定会带来强烈的多的炮口风暴啊。但到底又能强烈到哪儿呢？干脆做个实验好了。于是日本人就在1942年武藏号刚刚建造完毕之后呢，进行了一次火炮试射。他们先是清空了整个甲板，然后在上面放上很多装有焊塔的笼子。在9炮齐射之后，他们的眼前是这样一番惨烈的场景啊！一半的笼子被炮口风暴吹飞了，剩下一半的笼子里面焊塔也是非死即残，可见威力相当惊人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武藏号上的高射炮位都被设置成了带有装甲板防护的全封闭式的，这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但是从1943年起，美军的空袭呢越来越频繁了。为了应对这个威胁日本人不得不见缝插针的又在武藏号上增设了很多座高射炮台。
因为空间有限嘛，这个时候的装甲防护呢就装不上了。那接下来在操作高炮的时候，要是主炮开火，岂不直接就暴露在了炮口风暴之下了吗？于是日本人又想了一招，在每个炮位上都安装一个开炮警报器，一旦警报拉响，高射炮手便要立刻撤回舰内，同时还不要忘了把高射炮上的瞄准镜一起拆下来带回去才行啊。1944年的10月24日呢，武藏号在第一次对天起射烟花的时候，拉响的警报声响彻全舰，所有人于是都安全的躲起来了。但是第二次嘛，由于高炮射的正酣，哪里能够听得见什么警报声呢？于是上一秒还在激情万丈，下一秒就直接见了龙王。美军战斗机上的飞行员估计也是吃了一大惊的。好了，这就是炮口风暴。舰炮有，坦克炮有，榴弹炮有，就连迫击炮也是有的。你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们觉得空天母舰还有多久才能真正上天？比如这叫蓝天门计划当中的鸾鸟。空天母舰的设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当时人类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于是就开始思考，如何将航天技术与军事用途相结合起来呢？想到这儿啊，自然就有人把目光聚焦在了航母身上。如果把传统海上航母的舰载作战能力和现代的空天技术跨界整合一把，那么高度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不就唾手可得了吗？通过使用先进的推进系统，使空天母舰能够像航天飞机一样，在大气层与太空之间自由往返，同时还具备航母平台的多功能性。于是它就不仅可以作为空天作战的基地，还能够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卫星部署、空间站维护、无人机操控、太空探测器管理等等。真是太美好了！所以跨越这数十年啊，不同国家和机构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探索。空天母舰的研究和验证依然还在继续。鸾鸟虽然初次看起来好像只是科幻的蓝天门计划，但你仔细琢磨它的技术特点，也不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比方说高效的推进系统，为了在地球大气层和近地轨道之间高效穿梭，鸾鸟空天母舰将采用混合推进技术，包括常规喷气发动机和火箭推进系统，这样就可以在大气层内利用空气动力来飞行，而在真空当中则通过火箭推进实现高速度的机动。还有模块化的平台设计，鸾鸟的舰体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任务需求配置不同的设备和载荷。模块化设计不仅可以快速进行任务转换，还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快速进行维修或者是升级呢。鸾鸟母舰上将配备大量的无人机，能够在空天环境中执行侦察打击和通信、中继等任务。此外，它还具备将小型卫星部署到近地轨道的能力，实现对目标区域的实时监测与通信覆盖。对于自我防御与主动拦截系统鸾鸟的配置也十分的充分。由于空天作战环境复杂多变，鸾鸟空天母舰将装备先进的防御系统，包括激光武器、动能拦截器和电子对抗设备，以防止敌方的导弹攻击或者是空间碎片的威胁。同时利用先进的能源管理系统和高效的燃料，鸾鸟能够在空天环境中保持长时间的持续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将大大提升它在执行任务中的灵活性和可靠性。通过成为空天领域的战略平台，鸾鸟可以将现代战争从2维扩展到3维，甚至是4维的多维空间作战，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热点地区，并在低轨道部署无人机和卫星，实现快速响应和实时监控。通过搭载的多种传感器和无人机，它可以在太空中进行态势感知、目标跟踪以及敌方卫星侦测等任务，为地面和海上部队提供战略支持。它还可以作为临时的通信与导航中继站，增强在战场上的通信覆盖和导航能力，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稳定性。最后，它能够运载并发射小型卫星，还可以对空间站进行补给或设备更换，延长空间站的使用寿命。这些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前瞻，甚至说是科幻啊？的确，鸾鸟空天母舰在技术实现上仍面临诸多挑战，如材料的耐高温和抗压能力、能量管理系统的高效性、复杂的推进技术等等。为了实现这一愿景未来咱们还需要在航空航天领域进行更多的技术突破才行但是，一旦这些技术难题也能够逐步解决，鸾鸟空天母舰将不仅改变未来战场的格局，还将推动人类在空天领域的探索与应用，为未来的空天战斗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就在你的手边，你要不要把它给抓住呢？印度制造的航母到底行不行？先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艘标准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中型航母维克兰特号，在其第2次海试的时候呢，跑出了一段奇怪的浪花。跟大多数舰船带来的一字形尾流不同，它的尾流是鱼刺形的，而且字还不少哦。看到这个画面，大家的热情就都被调动出来了，网上一片讨论的声音，纷纷都在揣测为什么维克兰特号能够如此之浪，而它浪成这样，对其战斗力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先啊，它为什么这么浪？仔细看视频，我们就可以发现，维克兰特号的起伏呢非常明显，所以鱼刺状的尾流显然是被船手一下一下这么砸出来的。国内的文章大多把它的这个动作呢形容为磕头，一步一磕头嘛，是在请求老天保佑吗？所以印度人是非常反感的，在国外的网站上，他们就跳出来解释了，请注意你们的用语，磕头可不是什么好话，咱们要用专业的术语，请叫它重摇，而且所有船都是会重摇的呀。我们这艘呢，重摇的幅度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所以到底什么是重摇？当船只绕着自己的横轴上下震荡时，它就是在重摇了。引起重摇的因素很多，比如糟糕的海况，一个巨浪打过来，把船手甩到浪尖，再拍入浪谷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呢，动力的欠缺，骑浪前行是需要力量来支撑的，你骑不了浪，那就只能让浪来骑你呗。或者再比如糟糕的设计，缺少稳定船身的必要结构，重心和漂心不在一个位置等等，都可能让一艘船在浪起来之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所以维克兰特号究竟该对上哪个号呢？大家普遍认为应该是对第3个，因为第一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试当天海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平静的，不太可能把重如航母那么大的一艘船呢甩成那样。第二，当天的科目呢就是高速机动，再加上海浪又不大，说是因为动力不足，理由不充分嘛。因此就来到第3项了，设计上有所缺陷，被诟病最多的是说它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球匕首。关于球匕首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减小船只高速前进时所形成的心波阻力，从而实现高速省油的目的。但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一个巨大的鼻子伸在前面，是可以增加船只的重摇阻尼的，在一定程度上就能抑制或者减小船只的纵向摇摆了。但维克兰特号呢，就是偏偏没有这个玩意儿。这个呢就很容易让人拿出来说事儿了虽然在现在的一些低速商船上正在慢慢取消球匕首，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对速度就没有什么要求嘛，用了球匕首意义也不大，反而增加了造价，与经济省钱的初衷呢背道而驰了。而你维克兰特号是一艘军舰跟商船一起起啥哄难道既不想要高速，也不觉得重摇会是什么问题吗？这就奇怪了于是很多人嘲笑说是负责建造的科钦造船厂没有一个把数厘米厚的钢板弯曲成一个精确3维曲面的能力啦，造不出球匕首嘛。但反驳也很来劲马上就贴出了该船厂在建造带有球匕首的船只时的照片来证明我能，只是我不想而已。也有很多人说没有球匕首的航母呢就是没有灵魂的航母，反驳的也马上给怼回来了。大部分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不也没有球匕首吗？你看美国的天有没有塌下来呢？总之印度人说咱这个设计呢就是合理的，摇不摇什么的也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的，所以这次海试呢完美成功。好吧，如果不关球匕首的事，那就是漂心和重心不在一起了呗。军用舰船的水线泡面呢通常是狭长的子弹型，船舶设计者和制造商需要格外小心的为其配重，以使它的重心与漂心重合。如果两者不在同一个铅垂线上，那么只要水面稍有起伏，船只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重摇了。维克兰特号会是这种情况吗？大概不是的，因为你看人家航母上还没有载有压秤的飞机说不定把甲板上的飞机一装，食堂里面的咖喱打满，漂心和重心就神奇的吻合了呢。让你们这些人先傻乐一下吧，何妨呢？好吧，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弹射器，就不会有现代航母。尽管我们自己的福建舰已经用上了最为先进的电磁弹射，但其实蒸汽弹射还是大多数航母上的主角。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最早发明，或者应该这样说才够准确最早间接发明了蒸汽弹射器的是一个从来就不曾拥有过航母的国家——德国。是不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当中呢？那么没有航母的德国人用蒸汽弹射器来做什么呢？
用来发射他们的 V1导弹啦。二战期间，一位叫做梅兹的瑞士工程师呢，在德国取得了一份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一种使用带开槽的气缸来驱动滑块进行弹射的装置。你看，就从这个描述身上，是不是就已经跟现代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一模一样了呢？为了挂住上面的飞机现代的蒸汽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全程开槽的。好，回到 V1导弹的弹射器上面它其实是属于一种更为广义的蒸汽弹射器了。为什么呢？因为其驱动活塞的蒸汽不是来自于锅炉里面烧的热水，而是来自于过氧化氢和高锰酸钾的混合。是的它靠的是化学反应。在要发射导弹时，两种化学物质被抽到连接着活塞气缸尾端的反应舱里面，它们在这里混合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热蒸汽。这些热蒸气随后就会对活塞的底部施加很大的压力，等聚集到超过一定的阈值，它们便会推动活塞快速移动，而活塞又通过顶部的挂钩带动安装着导弹的台车，使台车沿着斜坡滑轨高速滑行，在到达尾端时才会释放 V1的弹体，实现快速帮助其提速的目的了。此时短短几秒钟之后， V1的速度就已经可以达到344公里了。这个可是一个好东西不光导弹好，连下面的弹射滑轨也是个宝二战结束，美军将虏获的 V1带回了国内，仔仔细细的就研究了起来，发现它的设计正是解决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的航母液压弹射器的完美替代方案嘛。怎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过要在气缸上面开个槽呢？失策。但是他们又走进死胡同里面了，因为觉得德国人的化学反应生成蒸汽法呢不够安全，他们自作聪明整起了火药爆炸法。理由嘛很简单，火药的能量密度多高那自然就可以让整个弹射装置从重量到占用空间乃至于到复杂程度呢都能大大的减小嘛。可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第一，如果只是弹导弹，还好，因为轨道不长，哪怕开了槽也还能够 hold 得住火药爆炸时带来的剧烈膨胀嘛。但你弹的是飞机滑槽就要够长，可一旦长了，那对材料以及结构强度的要求呢，就不是一般的高了总之，他们就是搞不定嘛。第二个也搞不定的是活塞呢是有一部分需要伸到开槽外面去挂飞机的，那怎么做到让密封在其通过时打开，通过之后又再次关闭呢？美国人怎么都绕不出来倒是人家英国人虽然也是偷师了德国的技术，却在点开了用锅炉烧开水为这根开槽气缸提供蒸汽的技能树之后呢，一路走通了，真正发明了现代的蒸汽弹射器。那么今天其实我们自己也算是点开了一根全新的科技树的分支电磁弹射。它有多好，很多大咖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我只是特别佩服居然有人用了6万块积木将我们的福建舰以厘米级的精度还原了出来，真的是太神了，值得大家去围观一下。也值得大家在今天为祖国的国防强大感到由衷的骄傲